是花圣国的大公主萧渊。什么？花圣国公主？可恶，到底还是让人钻了空子了。父亲，那就是还未娶亲喽。事情既然还未成定局，想必我燕儿还是有机会的。我大哥也是你们这种垃圾玩意儿能消想的？别想了，我大哥眼光没那么差。阁下是？明知故问。原来是景王殿下，臣拜见景王殿下。有失远迎，还请殿下恕罪。得了，别装了，累不累？四哥，你继续说。四哥，1个月前，大理寺在一处地点查到了数额巨大的财物，并且将背后之人锁定为平宁巡抚林章之。经过一番审问，林章之绝口不认自己的罪行。大理寺因没有确切的证据，所以将林章之释放了。但10日前，林章之刚出狱却死了。侯爷，你说这事儿巧不巧啊？确实有点巧，不过这事儿和你们今日来这儿的原因有关联吗？听闻林章之是侯爷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吗？喂，穆景玉，你别没事找事。你这意思，林章之贪污案背后之人是我父亲了？我父亲早就退出朝堂，归隐山林，你们少往他身上泼脏水。那行，这事儿咱们暂且不提，那咱们来聊聊别的。咱们来聊聊20年前那场科举怎么样？少卿大人说的话，本侯爷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？但既然穆贤之今日不是来做客的，那我便也不留你了。来人，送客。说罢，从门外跑进来大批的楼家护卫。穆景玉却是不慌不忙，稳如泰山般的坐着。听不懂没关系，我来给你解释清楚就行。这是侯爷20年前写的吧？果然妙笔生花，眼光格局宽广，难怪当年拿了个状元郎呢。只是假的终归是假的，有些事儿用钱也真的摆平不了。还愣着做什么？护卫们挥着刀，却还是无法靠近他们。整个大堂，穆景玉那一圈像是被隐形的屏障给包围了起来。先出去，离开这儿。父亲，出去，离开。娄高玉，现在当起好父亲来了，你能为了一己之私杀了我们叶家满门？现在风水轮流转，到了你娄家，你的一双儿女就能置身事外了。不可能，你杀我全家，我定不会让任何一个姓娄的活着走出这里。你是谁？急什么？一会儿你就知道姑奶奶是谁了。说罢，用力把娄燕往旁边一扔，然后走了出去。出门的时候，一些护卫想上前，却发现身体完全动不了，一个个只能惊恐地看着这场景。不多时，叶卢岩带进来一个老头。怎么会？侯爷，这个人你可认识？穆景玉，你究竟想做什么？莫非是你们穆家和叶玄锦结了亲，有意谋反？但本侯爷早已退出朝堂，不参与任何的朝堂纷争。打住打住，你可别说这些有的没的啊，混淆视听了。这人是吏部侍郎良心府里的管家，当年梁家被下令流放时，他当时恰好回了老家一趟，才躲过一劫。但良心对他有恩，因此这么多年每月他都会去梁宅。你猜是为了什么？娄高玉没说话，穆景玉示意梁府管家开口。当年我亲耳听到娄高玉威胁良心，替他在文氏作假，但我一个下人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，便一直将这个藏在心里，以免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。但没想到1年后，我在老家养病，准备回京城时，听到良心失足而亡的消息，且理由是去花楼喝酒，不慎失足。我在良心府里待了5年多，深知良心不是这样的人，又想到之前偷听的事情，我害怕极了。听闻梁府所有人被流放，我便逃离了老家，一直潜逃在外面，直到又过了3年，无人再提起良心的事情，我来到了平州。良心对我有恩，我想去祭拜他一下。平州的梁宅我也曾去过，那一次再去的时候，梁宅已经被人打砸过了。我白天怕被人看见，就想趁着晚上去，结果我发现了诡异的事情。发现里面闹鬼是吧？后来又发现似乎是良心的魂魄回来了，一直守在这儿。梁府管家一脸惊诧，而后点点头。怎么如今没有实质性的证据，就拿一个死人来做文章？穆景玉，你平时在大理寺都是这么办案的？就凭这些鬼神之说也能服众？你们今日来纯粹是想对付我父亲这个晋安侯吧？怎么想嫌我父亲打了穆昭惠的道了吧？准备把这晋安侯留给穆昭惠这个吃软饭的皇夫是吧？话落，娄云已被叶玄锦一掌掀飞，整个人弹到房顶上，就重重的落地，吐了一大口的血，直接晕倒了。云儿，你们……娄高玉忍不住准备跑娄云那里去时，整个大堂忽然暗了下来，被一片阴影笼罩。
随着雪域灰狼的一声嘶吼，眸中绿光再现。大堂内那些护卫们被隔绝阴影外，只有穆景玉这些人能看到一切。就这样，楼高玉清楚地看见面前缓缓出现的一个人影。楼高玉，别来无恙。楼高玉，20年前你威胁我偷了叶广年的状元之位，原以为你多少会对我心存感激，没想到你竟然如此心狠手辣。这19年，我这一缕孤魂飘散在外，为的就是今日。老天有眼，后来我听说你一个庸才一路高升，我就好奇了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万万没想到，楼高玉真有你的。良心说完，实在气不过，双眼变得血红，身子朝着楼高玉扑了过来。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！怎么这就怕了？你杀我满门的时候都不是拿得很稳吗？楼高玉，你仔细看看我是谁。小心！电光火石之间，随着一道寒芒，穆景玉立即冲上前，一把推开了叶陆岩，但手臂还是被楼高玉手里的匕首划了个口子。叶陆岩见此，心底一慌，随即一个转身冲到楼高玉的面前，狠狠一脚踹在了楼高玉的肩膀上，又拿起旁边一个椅子拎过头顶，重重地砸到了楼高玉的背上。楼高玉，你给我记着，我是叶广年的女儿叶陆岩。你再仔细看看我父亲是卓新胜。叶广年、卓新胜，这两个名字几乎是刻在他的骨子的最深处，这辈子都不会忘。此刻看着眼前叶广年的女儿以及卓新胜的儿子，楼高玉感觉呼吸都变得困难。干嘛冲过来啊？疼不疼啊？听你这口气，还怪我了？我没有怪你啊，只是你这样，我怎么和悠悠交代啊？再说了，我明明能躲开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今天实在太感谢你了，要不是你的话，我可能小命不保。穆景玉，你真是个好人，大英雄，百姓的青天大老爷，有你这样的大理寺少卿，真是百姓之福。求你活到100岁，宣朝不能没有你啊！你刚刚有说那么多字，听起来还有点阴阳怪气的。得了，白遇到了，就是个没良心的。有啊，全是我的真心话，真的。哎呀，你别乱动了，不然止不住血的。也不知道他这刀上有没有毒。叶陆岩，要真有毒，我和你没完。行，救命恩人，你要是被毒死的话，我给你赔当行吧？行。你们这群贼人，竟敢这样对我父亲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天儿，住嘴！怎么，他们难道不知道你那些肮脏的事情？真的是个好爹。叶广年和卓新胜，我不认识，你们有证据吗？还有良心的鬼魂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弄虚作假，这些都不能作为证据呈上公堂。没有证据，我就不会认。这份文士，大理寺这边已经断定是后期伪造的。还有梁府管家，自然也算一个人证。至于你说的良心魂魄，待我回京，带着良心的魂魄亲自面圣，你自己睁眼看看，这究竟算不算得上证据？光凭你伪造文士这一点，便是死罪一条了。还有你买凶杀害林章之，那些杀手也已被捉拿了，关押在了大理寺诏狱，随时候审，这也是死罪。再来嘛，不瞒你说，这二位是赤血山土匪来着，土匪杀人算是江湖事迹，暂时还轮不到大理寺来出面。楼高玉越听越心惊。叶陆岩和卓涛来到楼高玉的面前，两人上前默契地折断楼高玉的左臂和右臂，叶陆岩更是一脚踹在楼高玉的胸口，把他踹向了卓涛。卓涛也毫不客气地回击。死了吗？没死，能活着到京城。父亲，不要杀我，我父亲一定是冤枉的，我求求你们网开一面，求求你们了。不杀他可以啊，那你代替他去死，好不好？你怎么怕了？那在这儿装什么小女？眼泪先收起来，等你父亲定罪后，有的你哭呢。到时候我会亲手把你的好父亲大卸8块，再把他的人头砍碎，最后再一把火烧了，挫骨扬灰。等解决了他，我就会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你。毕竟你父亲当年灭我叶家满门时，也是一点都没手软啊。娄燕直接吓得昏了过去。叶陆岩，卓涛先领队，和其他人先押送龙高玉回京，你跟我去里面搜一搜，清点一下财物。好呀，不过卓涛怎么领队啊？卓涛让赤血山的门徒来帮人押人进京。原来如此，还是我们赤血山的兄弟姐妹靠谱。进了卧房，就见穆景玉猫着腰，东悄悄西悄悄的。干嘛呢？叶陆岩望着穆景玉的眼神里染了些许的深意，莫名的站在原地脑补了一出。某个月黑风高夜，穆景玉偷偷溜进一间宝库，
抱着一堆财宝又亲又摸的样子了。叶陆爷，叶陆爷，叶陆爷，干嘛？吓死我了！你一脸色眯眯的，在想什么呢？谁色眯眯了？你别污蔑我。有个地库，你走前面，我跟着你。他就发个呆的功夫，穆景玉连地库都找着了，还成功找到了机关开启了。好黑啊，我有点怕黑，你能不能走前面啊？穆景玉晃了晃自己受伤的手臂，一副我都为你受了伤的表情。悠悠四哥，我赤血山小霸王，武功好。不是，我真的。你轻功好。你长得美。叶陆言内心忽然一片的平静。好，就这样吧，等他报完仇，就和穆景玉这厮相忘于江湖吧。旁边三鬼一脸无语，好幼稚的两个人呢。悠悠四哥，你闻到了什么味道吗？金银财宝的味道。我也是。看着整个地库里堆的都无法落脚的财宝，不争气的咽了口水。穆景玉也仿佛来到了天堂。悠悠四哥，我能不能有个小小的要求？等等清点的时候，能不能少算一箱？我实在是太爱这些小宝贝了。没出息。但转念想想，楼高玉得到的这些一大半都是靠着叶陆言的父亲，现在也不过是物归原主而已。叶陆言，我允许你带一半走。果然，叶陆言瞬间对他抛来崇拜的目光。这一刻，在叶陆言的眼里，穆景玉浑身都发着光，亮晶晶的。真的可以吗？你不会被皇上责罚吗？只好给你治个贪污的罪名，再把你咔嚓一刀吗？虽然这里只有我们两个，可万一到皇上面前清点的时候，楼高玉的魂魄飘出来指认你怎么办啊？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啊？我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你要是不想带走就算了，等我清点完数目，回头让人来搬。让人来清点吧，我可不能害你。楼高玉还真能藏啊，也不怕被土匪打劫了。打劫？他依稀记得小半天之前穆景玉说赤血山不归大理寺管。嘿嘿，哈哈，你真是个好人。穆少卿，您先请，您仔细脚下。叶陆言，你能不能正常点儿？来，穆少卿请坐，我给您倒水。四哥，我给你检查一下伤口。好。怎么那么严重啊？四哥，我先给你上药，再给你包扎，这段时间尽量不要有大动作，免得伤口裂开。悠悠，你四哥是为了救我才会受伤的，你放心，我会赎罪的。这段时间我给他当牛做马，随便他怎么蹂躏我，我都不在心里骂他了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等穆幽月给穆景玉包扎完后，穆景玉就喊困了。小叶，穆少卿，我扶你进去。好。听说你的院子是整个赤血山最舒服的？是，今晚留给您休息，我睡茶房就可以了。多谢。明日一早我们就动身前往京城，回京后我会第一时间面圣，替你父亲和卓涛的父亲讨回公道。穆景玉的身上怎么又开始闪光了呀？送穆景玉这尊闪光大佛去休息后，叶陆言以最快的速度拦下了要去休息的穆幽月。悠悠，调几个人给我。这么晚了，你要做什么？我想我和你一起去。真的假的？可你不是怀孕了吗？这么晚了不太方便吧？我怕景王一会儿抽我。带他一起不就行了？我有这个，可以一次性全部带走，也不用耗费其他人力了。完美。不用去了，那些东西我已经命人去搬运过来了。搬运过来了？本王一个奸臣，贪点银子怎么了？穆幽月和叶陆言很赞同这个话。大奸臣贪点银子怎么了？贪，使劲贪。什么情况？今日穿得如此华贵。不得不说，人靠衣装，叶陆言今日看起来要比往日顺眼多了，确实还挺漂亮。悠悠四哥，早啊！悠悠四哥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今天哪里不一样了？怎么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男人了？叶陆言就知道穆景玉这种心黑嘴损的男人，眼里除了钱就看不见其他的了。叶陆言决定气一气他。昨晚你睡下后，我和景王还有悠悠分赃了。分赃？对呀，我们三个把楼家所有的财物都分了。分了？就你们三个分了？怎么可能？当然还给别人留了一些。穆景玉闻言松了口气，给咱们赤血山每个人都分了一些，每个人至少能到手10万两左右的东西。但是卓涛会额外多一些，具体多少我也不清楚。悠悠还给莫二哥准备了一些，毕竟人家的幻星楼也出了力啊。还有霍言、许策呀，他们俩这一路也不容易。还有，好像没了，就这些人。穆景玉感觉自己的心都碎了。本来悠悠想给你留一点的，但我帮你拒绝了。
你可是百姓心目中的青天大老爷，你怎么能和我们一起分赃呢？这简直就是在侮辱你。所以我二哥这个丞相就能分赃，晋王这个帝师就能分赃，甜甜这个郡主加锦王妃就能分赃是吧？叶陆言，算你狠啊！干嘛去啊？回京审案。叶陆言追上他，伸手拉住了穆景玉的手臂，却不小心触碰到了穆景玉受伤的地方。叶陆言，你想灭口啊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的伤口怎么样？我给你看看吧。我刚刚骗你的。骗我什么？我帮你留了3箱啊，不对，不能这么说，是我准备送你3箱。你危急时刻救了我，替我挨了一刀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谢礼，请您老人家笑纳。谢礼可不算是赃物。多谢，你太客气了，这是本官应该做的。穆景玉，我早上输了好久的发髻啊，你赔我。你俩什么情况啊？他俩一言不合就这样。真的假的？我四哥这么大个人了，怎么也不知道让着点陆言？早晚会上的。啊，不是吧？这俩万一陆言岂不是成他四嫂了？怎么感觉这么惊悚呢？不是输好了吗？你懂个屁！女孩子要梳一个完美的发髻，那真的是特别难。那个最完美的被弄乱了，后面再怎么精心梳理，感觉都差点意思。哼，亏我今天天没亮就开始梳妆打扮了，还没出门呢，头发就乱了。刚刚跑的时候，衣服还沾了一些尘土，不完美了。不就是梳头吗？回头回了京城，我送你2个梳妆丫鬟，天天给你梳就是了。你还要赔我一套衣服？啊，悠悠，你看。穆幽月对他投去一个礼貌的笑容。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是回赤血山，还是常驻京城啊？打算先回一趟祖籍，把楼高玉一事告知给我的家人，愿他们在天之灵能得到安慰。之后的话，大概还是回赤血山吧。甜甜都在京城，你回赤血山不觉得闷吗？还好吧，虽然我也很舍不得悠悠，但是景王每日都陪着他，我也不方便天天缠着他。再说了，京城到处都是大人物，做什么事情都畏手畏脚的，还不如赤血山逍遥自在呢。更别提还要被你3天2头的差遣做苦力女工。听他要回赤血山，穆景玉莫名觉得心里闷闷的，大概是叶陆言给他打下手惯了，还真舍不得这个免费的小工。上面的菜都上1份。那么多，我们吃不完吧？我请客，你慌什么？不是，你有钱了也不能这么造啊，是怕别人不知道你分赃了吗？叶陆言，你再多嘴一句，等等你来付钱。那不能。哇，好白嫩的小公子啊！那还不出去追啊？别忘了，咱俩还打着赌呢。有点道理啊。公子，能拼个座吗？我要赌输了吗？想归想，叶陆言还是以一副看热闹的眼神看了穆景玉。穆景玉看着还有那么多的座位，张口想拒绝的，但注意到叶陆言幸灾乐祸的表情，话到嘴边，生生改了口。行，可以。2位姑娘是本地人？对面的女子点点头，开始介绍。我叫袁依然，这位是我的表妹，也是苏员外的女儿，苏乐莹。原来是员外千金啊，失敬。叶陆言究竟在高兴些什么？缺心眼吗？这位公子是哪里人呢？还有啊，你们2位是什么关系啊？楚州北宁县马昌村人士。楚州北宁县那可是出了名的穷地方啊，去年还闹过饥荒，据说死了好多人。她是我爹娘在马路牙子上捡来的，从小就给我当丫鬟，我这次出来就准备把她给卖了，换点钱。家都穷成这样了，还丫鬟呢？这2人怎么看起来也不像是那么穷的人呢？我明白了，这个男的就是个小白脸，打扮的像不像样，就是为了攀高枝的。那怎么办啊？我爹一定不会同意的。你若真喜欢，问问他愿不愿意入赘。好。2人一直窃窃私语，殊不知全被旁边听了极好的2个人给听了去。入赘哦？那公子还是心善啊，从来没听过下人可以和主子一桌的道理，怎还秀起优越感了呢？哎，没办法呀，我家公子右臂残了，我不得伺候他吃饭吗？穆景玉一顿，不禁瞪了他一眼，2人再次大眼瞪小眼。穷就算了，还是个残疾。乐莹，不能要啊！你俩不是要拼座吗？怎么还不点菜啊？苏乐莹和袁依然这才发现，做到现在了，桌上一个菜都没有，感情这俩人就是来喝白水的，一个菜都没点，现在还想让他们当冤大头，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啊？可笑。抱歉，我看隔壁桌空了，我们坐隔壁去，不打扰2位了。这么穷还敢来漫天酒楼，多大脸啊！这2个女人以貌取人，还好意思指指点点的，没教养。客官，菜上齐了，你们慢用。蹭吃蹭喝的走了，剩下的全是你的了。啊？你之前说回京后会送我2个梳妆丫鬟，是不是真的啊？
骗你干嘛？行，那我回京就先买套宅子住着。不必那么麻烦，我之前用私房钱在皇宫附近买了一套宅院，一直空着着，可以暂时借给你住。反正你也不常在京城待。真够意思啊！不过皇宫附近的宅院一定很贵吧？你买了多大的？不大，也就6间院子，一个前花园，一个后花园而已，还没皇上赏赐我的府邸大呢。一直到最后吃的差不多了，穆景玉当场付了200两银子的饭钱，才和叶露言一起离开。太过分了，竟然耍我们！袁依然感觉自己亏大了，方才那位小公子分明来自京城，而且身份不菲，竟然还能和皇上扯上关系。耍你们怎么了？谁让你们那么好耍啊？喜欢一个人就得纯粹一些，几句话就把你们吓跑了，现在也好意思在背后指指点点的。哎，堂堂员外千金就吃4个菜啊，真寒酸啊！我吃的好饱。叶露言话还没说完，就被穆景玉揪着衣领给拉走了。穆景玉，看来我的手镯你一时半会还赢不来，好可惜哦。别装了，嘴巴都快咧到后脑勺了。说真的，以你的条件，我若今天是第一次见到你，我还真的愿意把你这小白脸给带回去供养着。不过说真的，京城那么多的千金，好像也没听说哪家千金爱慕你，为什么？你哪来那么多问题啊？搞得有人喜欢你似的。对啊，穆景玉，我们好惨啊！穆景玉懒得理他，加快脚步往客栈方向走。叶露言蹦蹦跳跳的跟上，蹦了几步，脚下绊了一下，直接在穆景玉的面前摔了个大跟头。还没过年呢，不用对我磕头的。不是说自己身手灵活吗？怎么还能摔个狗吃屎啊？穆景玉，你能变哑巴一会儿吗？不能。哼！叶露言气呼呼的抱着双臂，直接加速往前走，太生气了。不要啊！求求你们了，我不想去。员外大人看上你女儿，那是你们的福气，也不知好歹了。赶紧的，晚了不好交差了。这位官爷，我家杏儿今年才15，比员外的千金年纪还要小，怎么能去给员外当小妾呢？求求你们行行好吧！住手！一个小小的员外都敢当街强抢民女，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哟，小妞啊，姿色不错呀，放了那个丫头也可以，要不你跟我们回府？相公，玉玉，穆景玉浑身鸡皮疙瘩都冒了出来。这事儿你到底管不管嘛？穆景玉头一次听叶露言用如此娇软的声音开口，感觉骨头都酥了。管，当然管。那你怎么管嘛？他们可是要把你的小娘子强行带回员外府了。穆景玉一脸吃错药的表情。谁让你刚刚嘲笑我来着？现在就让你吃瘪！快点啊，玉玉！穆景玉上前，从怀里拿出了大理寺少卿的腰牌，一脸正气道：“当街强抢民女，按照宣朝律法。”话还没说完，腰牌就被为首的家丁一巴掌拍到了地上。穆景玉脸色微愣，叶露言也被这嚣张的架势给唬住了。这么狂吗？叶露言掰着手指关节，活动了一下脖子，一个旋身上前，将为首家丁一脚踹翻在地，又一把按住了他的脑袋，凶狠的开口：“给老娘把腰牌捡起来，快点的！”你们来人啊，给我上！随着话落，剩余的家丁手持木棍冲了上来，穆景玉也闪身上前，一脚踹翻一个。叶露言更是虎着脸，捡起一根木棍，染着劲气，用力的一挥，带倒了一串的人。所有的家丁全部倒地不起，其中还包括被误伤的穆景玉。一回头，凶手叶露言一脸惊恐地看着他，吧嗒扔掉了手里的木棍，一副我什么都不知道的表情。穆景玉此刻想杀了他的心都有，揉了揉吃痛的腰，好半天腰都直不起来，要了命了。悠悠四哥，叶露言，我小年纪如此恶毒，你存心报复我是不是？你没事吧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你就在我后面，你好像伤得很重，腰不会断了吧？我带你去医馆看看，走得动吗？走不动。我背你啊，快点啊，我背你，要不然晚了不好治了。你相信我，我习武之人，力气很大的。穆景玉确实走不动，又见他一副很笃定的样子，莫名其妙就信了他。刚往叶露言背上一趴，吧唧，两人同时倒地，叶露言脸朝地被压在了下面。穆景玉虽然有叶露言这个肉垫子挡着，但是腰又一次剧烈一扭，疼得人都裂了，真是信了他的邪。穆景玉真后悔让霍言、许策他们提前回去了，以后打死也不能和叶露言独处，否则他都活不到京城。最后的最后，叶露言抓着穆景玉的两条手臂，吃力地拖着他去医馆。叶露言，我这就加快脚步，你熬一下。不是我。叶露言不听了，小跑了起来。你慢点啊，我鞋底都快磨出洞来了。大夫，你看看他腰会不会断掉啊？万一断掉了怎么办？穆景玉真是的，怎么轻功不好，武功也那么差呢？不对，是他不小心误入的人家，怎么还怪起别人来了？罪过呀！
悠悠四哥，你别难过，如果你真的贪了，我下辈子一定尽心侍奉你，我给你养老，给你送终，或者我一会儿也把自己打瘫了，我陪你一起。闭嘴！谁要你养老送终啊？老子才20岁，老子还没当上大理寺卿呢，还把自己打瘫，两个瘫子整天躺床上相互骂街是吗？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后腰那边有些撞伤了，休息个几天就好了。不过现在肿得厉害，我需要帮他热敷一下。不过这热敷需要的草药，其中桂枝和威灵仙，我这店里暂时没有了。原本打算明日去采摘一些的。行，我去给你找。那行，你跟我来。还好没瘫，叶鲁言还算有点良心。总之快点啊！行，我这就去。刚刚那个小白脸呢？哪来的小白脸？别废话，老子都打听过了。刚刚是不是有一男一女来了你的医馆？他们人呢？他们不在我医馆，刚走不久。真的，小人不敢骗你们呀。那行，要是让老子发现你骗我们，你这医馆也甭想再开下去了。我们走。公子，员外府那些人来过了，你想办法先走吧。还有那位姑娘，她一个人在外面，万一被他们遇到了，他们就死定了。没事儿，我在这儿等他。渣男！小姑娘刚刚在这里的时候急成什么样子了？大晚上还跑去给她找药材。切，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我怎么了又？这个鬼阵子一个两个，怎么都看起来不正常？呀，小娘子，叫我啊！把她给老子带回去。我给你一次机会，我数到3，你如果还没消失在我眼前的话，今日我送你们去见阎王。3、2。这小娘们还吓唬我们呢。1。随着一道梅花印记的射出，王明贵看了眼衣衫上多出来的梅花印记，一脸的惊恐，还没反应过来，下一瞬便瞳孔放大，整个人倒地气绝，胸口多了一枚飞镖。是雪山，是雪山的人啊！一个个撒腿就往员外府的方向跑。叶路言在后面猛追，他生气了，真的生气了。一连放倒4、5个人后，叶路言已经追到了员外府的门口，准备冲进去时，叶路言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穆景月，我这次非常的生气，不管你要怎么处置我，关我进大理寺也好，我也不管了。总之，我就是气得想杀人。谁说要关你了？叶路言，你站我后面去，剩下的交给我。等等，万一打起来，我还是要杀人的。老爷，就是他们敢当街杀人。好啊，区区刁民，敢在我苏胜中的地盘撒野，我看你们是活腻味了。怎么是他们？若没记错，他们是京城来的人，听口气和皇上还有关系。父亲，整个宣城都是皇上的天下，轮得到你再次口出狂言？皇上？哪来的臭小子，毛都没长齐，在这唬我？你当本员外是吓大的？你这镇子隶属玉林城，由知府赵学凯管辖，是吧？赵学凯管辖的范围内竟有如此离谱的事儿，看来这玉林城该换人了吧？小子，年纪轻轻，口气倒是不小。赵知府也是你能随意编排的，小心这话被赵知府听到了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让他来见我，你想见就见。怎么，你这个员外连知府都请不动啊？那你混得不行啊？人家毕竟是知府哎，他就是个小员外，谁鸟他呀？也就在这个小镇里逞威风吧。巧了，赵知府今日恰好就在咱们镇上，我倒是要看看，今日你俩杀了我们苏府那么多人，赵知府会怎么教训你们？说起来也要感谢你们，出2个杀人犯，保不准还会让赵知府升官呢。在本官眼皮底下还敢杀人作恶，本官定不饶恕。可不是，赵知府，这2贼人现在已经被我给困在这里了，就等您来定夺了。做得好。那贼人，这怎么那么眼熟啊？赵知府，别来无恙啊！下官拜见少卿大人，不知少卿大人来此，下官有失远迎，还望少卿大人恕罪。少卿大人，哪个少卿？赵知府，这位苏员外是你的人啊？一直忘了自我介绍了，本官乃大理寺少卿穆景玉。苏胜中腿一软，跪倒在地，浑身止不住的哆嗦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一时间，这里除了穆景玉和叶露言是站着的，其余人全部跪在了地上。员外当街强抢民女不说，还派人上街行凶，如此胆大包天的行为，怎么都是赵知府莫义授意的？还是说整个岳林城的风气皆是如此呢？不是，冤枉啊，少卿大人，下官对这些一概不知，都是苏胜忠自己的主意啊！一概不知？今日镇子闹出这么大动静来，你一个知府就在此地，你会不知？就是，从刚才这个苏员外派人去请你到你来，也就一盏茶的时间，这么近的距离，闹这么大动静，你不可能不知道。少卿大人，这里的巡抚是谁？要不我跑一趟，去请当地巡抚来了。我看这些人是管不好了，要是巡抚再不行，这样吧，你给我点银子，我去买匹马，我现在就进京去请景王来，让景王带着皇上一起来，你看怎么样？如此甚好，那就直接进京吧，去请景王来。好的，我马上去。混货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少卿大人，此事都是苏大人，今日之事都是赵知府授意我的，他今日就是来此寻个新鲜，让小的给他准备一个妙龄女子。苏胜忠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本官也是你能轻易污蔑的。少卿大人，小人所言句句属实。赵知府平日里经常会来咱们这个镇子，一待就是2-3天。今日就是他让手下来知会我，命令我送个雏儿过去。没一会儿，知府和员外就当众扭打在了一起，你一拳我一腿，谁也不让谁，谁也不敢上前劝架。穆景玉冷眼看了好一会儿，腰也疼，腿也酸，直到他俩相互揍个半死，脸上都挂了彩后，才开口：行了，你俩分开，单独候审，别耍花招，否则……身旁，叶露言立即会意，立即聚集真气，原地弹跳，先展示了一下自己绝佳的轻功后，又朝着员外府的屋顶打去了一拳，10成功。员外府就近的一间院子哗啦垮了半边，瓦片石墙碎了一地。谁敢耍花招，老娘就把谁的头拧下来，一脚踩碎，再把你们身上的肉一刀一刀割下来，拿去喂狗。我再……差不多了。众人算是发现了，别看穆景玉这次来的排场很小，但他身后那个女的可不好对付。估摸着是大理寺专门培养的打手，光负责打人。就他刚刚打的那一掌，要是打在人身上，胳膊腿估计都得炸飞了。大人，去哪儿审？就那里。穆景玉指了指客栈的方向。行，你先来。是。继续跪着，没有少卿大人的允许，不许站起来。说完，似乎还怕赵学凯跑了，从衣袖里掏出一颗糖，塞进赵学凯的嘴里。别想着耍花招，这可是5步蛇毒液提炼而成的，你要是走路超过5步，就会穿肠烂肚而死。自己掂量掂量吧。赵学凯吓得紧闭着嘴巴，连点头也不敢了。完了，这回遇到硬茬了。少卿大人，来，我扶您。表现不错。当然了，我可是土匪，别的不行，吓唬人那一套还能不行吗？再说了，我谅他们也不敢再狂，否则我这赤雀山小霸王是吃素的吗？你这员外是怎么来的？买的还是凭自己能力提上来的？是买的。经过。叶露言忍不住歪头看他一眼。审案的时候倒是像个正经人，身上那股王八之气也莫名不见了，还挺帅气的。哎，王八之气，小人当时是新泉城内的商贾，你也知道的，我这种大财主，官府的人见了我也得给我3分薄面，所以我就去找赵学凯，花了20万两银子买了个员外。毕竟苏员外听起来要比苏大商人要威风一些。赵学凯受贿20万两，苏胜忠贿赂官员，记下来。是。做了员外后，做过多少次强抢民女一事，如实交代。也就这一次，今天这次。叶露言，告诉他撒谎的下场。大理寺少卿审案的时候，若不同时招来，先打100大板。用流星锤打哦。流星锤，浑身长满铁刺的那个，打完还能喘气吗？我还没说完呢。打完100大板，再把人泡盐水里，盐水里会再加辣椒水，泡完辣椒水再卸掉一个手臂。咋那么能瞎编呢？一瞬间，仿佛自己坐在赤血山的大堂内审案。在叶露言说到要让他自己把手臂吃掉时，绷不住了。我照，一共11个，其中4个贡献给了赵学凯，我真的没说谎话。11个？这个畜生，有几人是喂鸡鸡的？是否怀孕？不是，少卿大人，要问的这么细致吗？当然，按照宣朝律法，未及笄女子不得婚嫁，更别说是被你强行夺取。若再怀孕，罪加一等。好酷啊，真的好酷啊！见苏胜忠又卡壳不说话了，叶露言清了清嗓子。卸掉手臂后，得烧一锅热油，泼在伤口上，再烧一锅热锅，把头按进去。穆景玉又一次无语地捏了捏眉心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这是在阎王殿审案呢。都没有，其中4个生下了孩子。那些民女的家人，你都是如何处置？是否都还在世？
一部分认了，还有几个死了。怎么死的？你派人去杀的？审完苏胜忠的时候，已经过了1个时辰，叶陆岩旁边已经写满了2页纸，脸色也是奇差。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员外，杀人放火、奸淫掳虐，一个也没落下。你先一边待着去，我去找赵雪凯过来。揪着他往角落里拖，顺便把他绑了起来，嘴巴也用布团子塞住了。就一个？方才苏胜忠说你染指了20个民女，怎么可能？他胡说八道，4个而已。而已？你还嫌少是吧？之后穆景玉又问了几个问题，在一通恐吓下，也和苏胜忠的口供对上。苏胜忠说你收了他的银两，已把他当了员外，可有此事？没有，绝无此事。哪怕少卿大人现在将我迁到万寡，此事我也没有做过。穆景玉坐久了，腰疼的实在太厉害了，靠着椅子闭了闭眼。叶陆岩注意到了这一幕，现见莫名有些心疼他。要不你先去休息，我来帮你审。你搞得定？你放心吧，吓唬人那一套我还能比你差吗？何况你们大理寺那套流程我看都看会了。好，那就交给你了。不承认没关系的，改明儿把你夫人叫来审一审就行了。我就告诉他，如果他愿意举证你的罪行，我赏他50万两银子，再送他一套宅子以及2个身强力壮的美男子。我就不信他还愿意守着你这个糟老头子。赵学凯感觉面前一片昏暗，你背后真人是谁？你若愿意把他捅出来，属于戴罪立功的。昨晚那些人呢？我都捆起来了，我还找了一些百姓，给他们一人发了1两银子，让他们帮我看着。百姓们似乎都恨透了苏慎中和赵学凯，一个个都自愿帮我，好多人都没要银子呢。做得好。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太多了，要不我今日先跑一趟京城，去大理寺多叫点人手过来，押他们入京。不用，我有办法。没多久，一支信号烟放出。穆少卿，每手一人上前，朝穆景玉露出了幻星楼的牌子，亮明身份。多谢这位大哥了，今日怕是有事要麻烦你们了。但凭穆少卿吩咐。没多久，苏府一干人倒，每个人手脚都被铁链铐了起来，押往京城的方向。翌日天刚亮的时候，马车进了京城。你俩至于饿成这样吗？二哥，你是不知道我这一路有多惨。也没那么惨吧。穆景玉给了他一个你觉得呢的眼神。叶陆岩埋头干饭。对了，小三，一会儿吃完饭后，你检查一下他的腰，好像伤了。好。楼高玉一案背后还牵扯到了一大批的人，此次朝中怕是要大换血了。连江清平也在内。啊，江清平？他居然是楼高玉的人，平日里真的一点也没看出来啊。当年梁心的死，江清平作为大理寺卿已经查到了一些猫腻，但最后却不了了之。这2年来，江清平也是借着称病的名义屡屡告假，实则暗中在帮楼高玉牵线，从中谋取利益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去一趟大理寺，把这些烂摊子都给定下来，否则我晚上都睡不着。等我检查完再走。三哥。穆淑妍朝他微微一笑。行吧。穆景玉作为最小的弟弟，哥哥的话还是得听。你这腰似乎不是扭伤，而是被重物所砸导致，怎么回事？就是不小心被人用棍子捅了一下，不碍事，热敷一下就好了。谁和你这么说的？你这后腰关节损伤，腰肌有些许撕裂，都引起血肿了。这么严重？最近尽量多休息，需得口服活血化瘀的药，且配合推拿理疗，1日3次，否则的话小心病情恶化。这么麻烦？你经常在宫里，谁来帮我推拿理疗啊？我可以抽空来找你。没事儿，这种粗活交给小叶就好了。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他造的孽，他来偿还。景玉，不能这么欺负一个小姑娘。他算哪门子小姑娘啊？三哥，你是没看见他上？算了，到时候我去找你吧。翌日，今日的朝堂气氛格外的肃穆。晋安侯楼高玉的事迹，这2日多少也在京城传了遍。轩宇坐在龙椅上晃着腿，现在的心情有些的紧张，因为叔叔说今日该怎么定夺全都让自己处理。轩宇感觉自己身上的担子好重啊。启禀皇上，晋安侯楼高玉文事作弊，贿赂前吏部尚书梁心，篡改考生叶广年的文试内容，又联合梁心将叶广年从考生名单里除名，犯欺君之罪。其后楼高玉为绝后患，将梁心灭口，伪造梁心醉酒失足的假象。听到这里的时候，百官内已经发出了不小的唏嘘声。其后的10几年里，楼高玉威胁叶广年替他出谋划策，其中东坛城旱灾、石南虫灾治理方式皆是出自叶广年，楼高玉却将功劳占为己有，借此受到先帝赏识，受到嘉赏。再之后，楼高玉又威胁了一人，此人来自边境的长阳部落，名为卓新胜，武学世家出身。
楼高玉威胁此人，替他布局了当年名震天下的天门阵法、移山换云阵法、太极遁法。也就是说，楼高玉当年的一身功绩，全凭叶广年和卓新胜二人得来。旁边百官们都惊得做不出表情了。原来世人眼中文武双全、身兼文武要职的晋安侯，竟然都是靠着别人爬上了高处，简直匪夷所思。5年前，楼高玉因为这一身功绩，被先帝封为1等晋安侯。然而同时，楼高玉却狠心下令诛杀叶广年满门以及卓新胜，手段狠辣，泯灭人性。好在正义是永不会被掩盖的。平宁巡抚林章之因贪污近3000万两被大理寺抓获，大理寺上下包括穆丞相、锦王殿下又从此案顺藤摸瓜，查到背后之人是晋安侯楼高玉。之后在锦王殿下和穆丞相的一番彻查下，查到大理寺卿江金平、少保吕贯东、总兵。穆景玉嘴里冒出5个高官的名字，说完这一系列的罪证后，整个朝堂安静的没有一丝的声音。想说什么就说，别怕。楼高玉欺君罔上，滥杀无辜，朕实在感到震惊。传朕旨意，按照宣朝历法，即刻起，楼高玉削去官职，贬为庶人，其在位期间所出成绩，皆从史册剔除。楼高玉罪行滔天，先赐其大理寺56套刑罚，再赐其腰斩之刑，楼家一干人等诛9族，赐斩首之刑，以儆效尤。其余楼高玉朝中的同党贬为庶人，赐斩首之刑，诛9族，其余人赐毒刑。另恢复叶广年20年前那场文士状元的名衔，以及将其为楼高玉所作之功全部载入史册。朕破例追封叶广年为正2品御史，其夫人为1品诰命，以及卓胜新，他创造的阵法为宣朝立下汗马功劳，同样也要将其的功绩载入史册。朕破例追封他为正2品都统。宣宇一口气说完这些，往叶玄锦看去，毕竟追封官员是史无前例的事情，这一次是开了先河。皇上做得很好。宣宇乐了。穆景玉终于是松了口气。叶广年、卓新胜，你们为宣朝所做的贡献虽然来迟了，但你们的名字永远都会被宣朝的百姓记住。对了，穆少卿，微臣在。叶广年和卓新胜是否留下后人？穆景玉只是点头，并未当众说出叶陆言和卓涛2人。穆丞相，微臣在。此事涉及过广，你且协助少卿一起尽快了结此案。对了，微臣这里还要揭发一人。微臣要揭发玉林城巡抚翟远航。翟远航任职期间受贿不断，又纵容其底下知府赵学凯以及临淮镇员外苏胜忠2人贪污受贿，强抢未及笄民女，致其中有些民女有孕，且诛杀民女家人，行为恶劣至极。微臣已将这些害群之马押入京城，等候皇上定夺。又是一桩不能忍的事情。他清了清嗓子，把刚才对付楼高玉的那一套又搬了出来，抄家斩首一个不落，只是多了一个。先将翟远航、赵学凯、苏胜忠3人进行阉割，再赤身悬挂于城头示众，择日再斩。是皇上。穆少卿，此番你立了大功，为皇上分忧，为百姓解难，是微臣的分内之事。穆景玉说得很谦虚，心里在想，应该能少不少银子给他吧。启禀皇上，叶广年的后人和卓新胜的后人当年都侥幸逃过一劫，楼高玉一案也是因为有其2人的协助，微臣才可以圆满解决。叔叔，对叶卓2家后人来说，故人已经离世，他们最想要的便是皇上给故人一个公道。既然叶广年和卓新胜已经追封了头衔，接下来皇上该考虑的是如何不亏待叶卓2家的后人。叶家后人叶陆言今年14岁，还未及笄；卓家后人卓涛今年27岁，还未成家立业。你自己想想吧。二位，楼高玉被踢了腰斩之后，株连9族，其麾下的官员以及人马也都一个不落。太好了，爹娘、弟弟妹妹们，叶家所有的人，陆言终于帮你们报仇了。多谢。等文潇走后，叶陆言和卓涛站在一起，哭过笑过之后，又是一阵惆怅。卓涛，报了仇，往后你有什么想法吗？不知道，也没想过，就这么继续混着吧。你呢？继续做我的赤血山小霸王啊，多威风！行，那我跟你混。没问题。卓涛，卓伯伯以前有没有说过，希望你长大后做什么？卓涛叹了口气，当然是有的。为父真希望你将来可以做个武官，扬我卓家风采，但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成为一个堂堂正正、光明磊落之人。今天想去喝酒了，走吧。我也要喝。2位请留步。2位可是叶陆言和卓涛？2人点头。皇上有请。你们2人便是叶广年和卓新胜的后人？回禀皇上，民女叶陆言。民男不，草民卓涛。哎，宣朝欠了你们2人太多了。
叶广年和卓新胜为宣朝做出巨大的贡献，却被楼高玉那个佞臣揽下所有的功劳。如今朕知道说的再多都很苍白，但该罚的罚，该赏的也得赏。你们二人有什么愿望，朕会尽力的弥补你们，以为叶广年和卓新胜的在天之灵。皇上，楼高玉罪行告白天下，民女的心愿已经完成，如今已经没有其他的奢望了。草民也一样。那可不行，你们好歹要点什么呀，否则朕总觉得欠你们的。说完，见他俩实在说不出来，轩宇小手一挥，那这样吧，叶家后人叶陆言赏100万两黄金，再赐京城大宅2座，再封个县主吧，封号封。等等，皇上，那个县主就别封了，民女平时懒散惯了，当不了县主的。啊，这样啊，那就再加100万两黄金，一共200万两黄金，你看行吗？行，没问题。皇上，方才在朝堂上，微臣递上来关于翟远航一干人等的口供，其实都是由叶陆言代为审讯的。臣认为叶陆言在这方面颇有天赋，因此这样一个不多得的人才，臣斗胆举荐叶陆言留在大理寺当差。这位哥，你有事吗？皇上，穆少卿真爱开玩笑，历来大理寺哪有女人当差的？这岂不是坏了规矩？朕觉得这世上男女平等，只要能为宣朝效力的，男女又何妨？女子也一样可以做得出色。不愧是千古名帝。所以啊，既然穆少卿举荐你了，朕也希望你可以留在大理寺为宣朝效力，你觉得呢？哎呀，我觉得皇上您都开口了，我还敢拒绝吗？轩宇见他不说话，就当他是默认了，当场让蒋公公拟旨意，破例封叶陆言为正七品大理寺丞。叶陆言头顶扣了个大理寺丞的帽子，他气呼呼地往穆景玉看了眼。作为卓新胜的后人，你是否愿意接替他，留下来为宣朝效力？草民愿为宣朝效力。那好，朕便封你为新任御林巡抚，管辖监察御林城地方事务，再赐你黄金200万两，大宅2座。谢皇上。等等，卓涛，怎么了？齐叔之前是不是跟你算过，说你以后会当官啊？是啊，还真让他给算准了。就是啊，我的天哪，齐叔也太厉害了吧！那他说我有桃花运啊，是不是等我升了官，我的桃花就会出现？叶陆言的桃花运，不会真有人看得上他吧？也是，七叔说了，大概率是烂桃花来着。卓涛当官了，他也从地里挖了人，齐叔算出来的一个一个都验证了。难道真的是谢雨苏？那他现在跑哪儿去了？他要不要派人去找他？可是他对谢雨苏也没那个意思啊。算了，不找了。穆景玉，干嘛？耳朵都快被你喊聋了。你干嘛向皇上举荐我啊？你经过我的同意了吗？你确实能干啊，我也没瞎说啊。我男女平等，你说是不是？是。但虽说男女平等，但天底下又有几个女人能被皇上赏识还封官的？叶陆言，作为女人，你很棒的。是吧？好像是。还有，你真觉得当赤血山的土匪是你父母想看到的吗？再说了，平日你给我打下手都没有奖励，做了大理寺丞，不仅会有自己的府邸，朝中还会给你发放俸禄，不爽吗？爽。那不就结了？穆景玉说的有理有据，叶陆言瞬间就没脾气了。果然，他不适合和人讲道理。慧言，你刚刚拿烙铁的样子好威风啊！我要向你多学习。大人，不敢当。哎，别这么叫我嘛，咱俩都这么熟了。霍言，桃花。叶陆言，跟我去一趟刑部。你就不能自己去吗？我这里刚上手，正在兴头上呢。我正好要去刑部，顺便带你这个刚上任的大理寺丞去认认人。毕竟大理寺和刑部紧密相连，以后有的你跑了，你和霍言很合得来。你说霍言啊，真不愧是掌管诏狱的，他那给人施行的架势，可比咱们赤血山的土匪厉害多了。回头我得多和他讨教一些经验。这人要是在江湖上混，那妥妥一个嗜血狂魔啊！他闭嘴！干嘛呀？明明是你先问我的。你以后离霍言远一点。为什么？说多错多，小心让人发现你是赤血山的土匪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是我，你不说我都没注意的。刚才我在招狱的时候，面对霍言，其实应该表现得害怕一些的，要展现女孩子的柔弱。穆景玉心里头憋着一股没来由的火气。不知穆少卿光临，有失远迎。韦大人客气了，下官来给刑部送些案卷，顺便给大理寺今日刚上任的一位大理寺丞带来刑部认认路，以后做事也方便。原来这位就是叶。韦玉明刚想说是叶家后人，想想又怕触动人家的伤心事儿，而后朝着叶陆言笑笑。拜见韦大人。冯鑫，你带这位大理寺丞去各处转转，让底下的人都认识一下。是大人。冯鑫那么忙，就让门口的钟叔带叶陆言去吧，他反正对这里也熟。
行，那就让钟叔来。没想到你们刑部的事务也如此繁杂，真是挺佩服你们的。钟叔呢？怎么又变成冯鑫了？叶陆言，有一件事儿我必须要提醒你，你现在是大理寺丞了，不是普通百姓了，不要动不动就和手下那帮人嘻嘻哈哈的，一点威严都没有，记得摆正自己的位置。所以现在连笑都不行了是吗？哼！穆少卿说的有道理，我没想到你竟然是叶家后人。你见过我啊？上次见你还贴了块疤来着。是啊。穆景玉此刻的心情非常的无语，为什么叶陆言和每个男人都聊得起来，他这一天天的能不能干点正事？下意识的他往裴燕之和叶陆言的中间站了过去，挡住了二人的视线。穆少卿，一会儿有空吗？喝杯茶。有空有空，你们二位大人喝你们的，我先去忙了。说完就脚底抹油似的直接用轻功跑了。怎么不高兴了？什么意思啊？兄弟，你怎么整天黏着那个姑娘呀？我黏着谁啊？就刚刚那位叶什么来着？叶陆言。哦对，就是这个名字。你还没黏着人家啊？我上回去大理寺就看到你在差遣人家干活，今天又听说他那大理寺丞也是你向皇上举荐来的，那你说你不黏着人家，老让人家一个小姑娘在你眼皮子底下干什么？有吗？我不过是看她一个小姑娘无依无靠可怜，给她找点事情罢了，毕竟是我妹妹的朋友。裴燕之连连啧舌摇头。你阴阳怪气的干嘛？还喝不喝茶了？喝呀，我只是忽然想起当年那个谁，哦对，傅水不也是你父亲的义女吗？怎么人家当时想开个店，你还特意跑来让我没事就去找茬？同样都是姑娘，你怎么偏偏对那位叶姑娘大发善心啊？好端端的提傅蕊那个白眼狼做什么？那能一样吗？你呀，到处帮那位叶姑娘说话，你该不会喜欢人家吧？裴燕之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哪只眼睛看出来我喜欢叶陆言了？我喜欢温柔漂亮的女子，叶陆言那个毛毛糙糙的样子，你觉得我能喜欢？你是不是瞎了眼了？我随口说说而已，你反应那么大做什么？以后别瞎说了啊！行。谁？是谁？穆景玉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不该在这儿。这里是我大理寺丞办事的地方，你的在隔壁。这个案子需要你来检阅，但本少卿来时却发现你在偷懒睡觉。叶陆言，你说怎么办？哎呀，来，少卿大人您坐。不必了，天黑之前把这些整理完，否则不许回去。我就在这儿盯着你，有不懂的问我。今晚约了齐叔他们一起庆功呢，我不能在这里熬夜的。我顺便得问问齐叔，我那桃花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？这么盼着桃花运，你很想嫁人啊？齐叔不是说是烂桃花吗？烂桃花也是桃花呀。再说了，说不准只是没结果，但过程很美丽呢。花痴。穆景玉，我今天忍你很久了。穆景玉，你是不是想打架？要不是看你是悠悠哥哥，我早抽你了，你信不？我不是担心你被坏男人欺负吗？啊，抱歉，对不住，我刚刚小人之心了，我给您赔罪。懒得理你，害我今天没上药，还没推拿理疗，我进宫找我三哥去。别啊，不就是推拿吗？还得特意进宫一趟，我来帮你好了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叶陆言，你那么在意你的桃花，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子啊？像我爹那样的，一心一意的就好。还有吗？长得也得帅气一些，毕竟要过一辈子的嘛。要求还挺高的。你不也想找个漂亮的，彼此彼此？话说，我也在你身边混了那么久了，我还真没见过哪家千金对你示好过。穆景月，你人缘不行啊？怎么？你希望我身边多围绕一些女人？话落，叶陆言脸上的笑容僵了僵，一股说不出来的感觉从身体深处冒了出来。我这不是替你委屈吗？堂堂大理寺少卿都没有女子喜欢你，好惨哦。穆景玉感觉现在头比腰更疼。出去！叶陆言听到这话，仿佛听到了特赦令，扔下穆景玉就跑了出去。你该不会喜欢人家吧？喜欢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你相信算命吗？一半一半吧。怎么，你跑去算命了？算出来的结果还不好？倒也不是，只是什么？哎，算了，喝酒。景玉近来和那位叶姑娘走得挺近的呀，还不是因为楼高玉的事儿？只是这样，我看不见他吧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想说什么？我猜景玉喜欢那位姑娘。啊？那姑娘是赤雀山的人吧？穆星泽发现平日里真是小看裴燕之了，这些竟然都被他知晓了。你心里有数就行了。自然。聊了一会儿，穆景玉来了。小叶呢？回去了呀？提他干嘛？
说完，又注意到裴艳之的眼神。别想那些有的没的啊！我不喜欢叶露妍，你们别乱点鸳鸯谱。谁给你点鸳鸯谱了？我只是白日见到那位叶姑娘，觉得她挺可爱的，忍不住想见见她而已。裴艳之这个人呢，真是蔫儿坏。你想什么呢？人家今年才14，还没及笄呢。我听说裴府前段时间不是在给你安排婚事吗？14啊，明年也就及笄了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等她长大的。裴艳之，她是甜甜的好朋友，我也把她当做亲妹妹来看待。何况现在又在大理寺做事，不是你随便玩笑的对象。星泽，我真冤呐！我说什么了吗？景玉怎么那么大的反应？何况我看起来这么不靠谱吗？穆星泽从桌下踢了裴艳之一脚，让他差不多就行了。抱歉啊，今天事情太多了，忙得人有些晕。大老爷们儿喜欢就去追啊，没什么丢人的。何况追到自己喜欢的人，那可是一件走大运的事情。话糙理不糙，不对啊，他怎么就被按头喜欢叶露妍了啊？去城南干嘛？景王这会儿还在宫里督促皇上的课业，甜甜和齐叔他们在一起，我送甜甜回景王府。到了齐叔他们住的宅子，穆景玉连马车都没下。你去找甜甜吧，都这么熟了，你不去和齐叔他们打个招呼吗？哟，2少和4少来了。穆景玉的目光落在了喝多了趴在那里的叶露妍的身上，不禁皱眉，怎么喝成这样？他们俩今天喝了好几坛的酒，大仇得报，心里既爽快又不爽快，喝多了又哭又笑的，刚刚才睡过去。天色已晚，我先送你回景王府，要不然景王不放心。好。小叶要和我们一起回幕府休息吗？一起吧，喝成这样，明日还要去大理寺忙呢，总不能上任第2天就不见人影吧？那行，走吧。景玉，你背小叶。什么情况啊？8字没一撇的情况。难不成叶露妍真的要成他4嫂了？这也太玄幻了吧！二哥，你和甜甜先走吧，叶露妍喝多了，坐马车容易吐，我背她回去。行。夜越来越深，穆景玉就这样背着叶露妍一步一步地往回走。喝那么多，真沉，腰疼死了，真想把你扔了。我想吐。穆景玉听后立即把他放下来。叶露妍吐了一大堆出来。很难受吗？叶露妍还有些恍惚，吐完人又有些站不住了，要往下倒。穆景玉拉住他，重新让他趴到自己背上。喝那么多的酒，你现在要是遇到你的烂桃花，他看到你这副丑样，肯定把你扔到路边了。是，穆景玉你最好了。你知道是我？还算你有良心。你只有穆景玉那个瞎了眼的狗崽子才会说我丑。瞎了眼？狗崽子！叶露妍，这笔账我记下来了。俗话说酒壮怂人胆，酒后吐真言，看来都是真的。穆景玉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竟然拿水泼我！今天就是悠悠站在我面前，我也忍不了你了。叶露妍，你清醒一点，我是不小心弄到脸盘的，不是要泼你的。这样的鬼话你信吗？老实说，要不是真实发生了，他也是不信的。跑着跑着，浑身湿漉漉的叶露妍越想越觉得委屈，直接蹲了下来，原地痛哭起来。喂，你！穆星泽回府的时候，就见到浑身湿透的叶露妍蹲在地上抱着自己的膝盖哭，旁边穆景玉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。我第一次被人泼水，穆景玉，你太过分了。景玉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齐叔说你是烂桃花，看来一点也不假。不是，我没有。等等，你刚说什么？我烂桃花？齐叔说的呀。烂桃花可不就是烂桃花？谁家正儿八经的好桃花没事泼他一盆水啊？烂桃花，我不服。二哥，景玉啊，做错事就得承担呢。你去哪儿啊？皇上给我赏赐宅子了，我自己回去住，免得睡得好好的还被人泼一盆水。说完努力甩开穆景玉的手，但怎么也甩不开。穆景玉，你有完没完？你还想干嘛？没泼过瘾吗？叶露妍，你先冷静点，听我说。叶露妍，我没有要泼你，我今晚去齐叔那儿见到你喝晕过去了，想到你明日还要去大理寺，所以一路把你背了回来。回来后想到你刚刚在路上吐过，就去打了盆热水准备给你擦脸的，但是我的腰太痛了，所以弯腰起来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脸盆架，脸盆飞了出去，才……穆景玉越说越小声，因为这个听起来连他自己也不信。穆景玉一路背他回来，还准备用热水给他擦脸，这真是穆景玉这个狗崽子能干出来的事儿。哦，对了，这药膏是小三白天在宫里给我的，你今晚背了小叶走了那么多路，腰一定受不了了，晚点记得敷。二哥，亲人呢？我的好二哥！穆景玉说的竟然都是真的，头好晕啊！
叶陆言觉得这场面实在难解，最后索性借着喝醉装着晕过去了。有什么明天再说吧。喂，叶陆言，疼死我得了。床榻上，叶陆言偷偷地睁开了眼，确定穆景玉出去后，从床上坐了起来，抓了抓脑袋，心里头有些的乱，又有些的自责。今晚他好像确实有点过分，不分青红皂白就指责了穆景玉一顿。从城南回到这儿得2条街，他就这样一路背自己回来的吗？烂桃花，齐叔还说他就是烂桃花。烂桃花的意思不是男女之情有点情谊才能这么叫的吗？他和穆景玉好惊悚啊。我自己来吧。四少爷吩咐让奴婢帮姑娘换一件干净的衣裳，免得休息不好。但现在姑娘醒了，是否要去沐浴呢？好啊。四少爷还吩咐姑娘若是醒了，一会儿记得喝一碗姜汤，免得着凉。穆景月，你该不会喜欢我吧？出门照镜子了没？你哪来的自信啊？哦，原来不喜欢我呀，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。也是，少卿大人就喜欢漂亮的小姑娘，我可算不上漂亮，是我会错意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我不喜欢你，你有那么高兴啊？当然高兴了，这样我就可以安心去找别的小公子了，免得你喜欢我，我还觉得不好处理我们的关系呢。现在我就放心了，那我先去找别的小公子了，再见。叶陆言说完就要走。那如果我真的喜欢你呢？你准备怎么处理我们的关系啊？什么叫如果？如果那就只是假设而已，假设就说明还不存在，所以我没必要浪费时间回答你这个问题。那我先走了。叶陆言，你给我站住，我有话对你说。干嘛？我还有一大堆答案卷没有整理呢。我刚刚还没说完，你跑什么？那你说啊。那就把2个字去掉。去掉哪2个字啊？你不说明白，我怎么听得懂吗？你明知故问。我不知道，你总是说话只说一半，不把话挑明，我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？万一是我会错意了呢？穆景月喜欢我有那么难承认吗？叶陆言，你说的没错，喜欢一个人没什么不能承认的。我喜欢你，很久之前就喜欢你了。你不是说喜欢长得漂亮的姑娘吗？你够漂亮了。哦，这么说来，你是光顾着看脸的人了。那万一以后出现一个更漂亮的呢？难怪是烂桃花呢。之前说喜欢长得漂亮的，是我随口胡诌的。叶陆言，我喜欢一个人不只是看外表，我喜欢你，喜欢全部的你，从上到下，从内到外，只是你。那你呢？看在你眼光这么好的份上，我就让你如愿一次。穆景月，我也喜欢你。好，此案了结。叶陆言，我会对你好的。我会等你及笄的。那你要做一朵好桃花哦。桃花这个梗是过不去了。我有件事情要和你们说。我喜欢叶陆言，我们已经在一起了。等他及笄那日，我便会迎娶她回府。话出口后，面前3人都是一副早已猜到的样子，笑眯眯地看着他。什么情况？这么突然？陆言，悠悠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我怎么会怪你呢？我只是替你高兴，以后我们小陆言终于有人能保护你了。四哥，你虽是我亲哥哥，但我还是得帮陆言说话。我一直把陆言当成我的亲妹妹，赤血山里面也就她年纪最小，往后你可得好好照顾她，千万不能辜负了陆言，也要好好的疼爱她，护她一辈子，否则你懂的。甜甜，你可真是我的亲妹妹，放心吧，以后她就交给我了。穆景月，你刚刚说的话是真的吗？哪句啊？就及笄那个啊？自然是真的。前日我就让人去重新修缮我那个空置的少卿府了，等成婚后我们就搬过去住。你呢？愿意吗？愿意这辈子都和我在一起吗？玉玉。穆景玉被这个称呼弄得有些不好意思。露露。叶陆言被他逗笑了。你以后别想甩掉我了。不甩也不舍得甩。